一个人要经历多少事，才能真正读懂星爷采访中的这段话？假如你想去爱一个人，你就马上去爱。我是觉得确实是这样子，就是时间不能再浪费了。我就运气不好。不是吧？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放在你面前，你没有珍惜而已。我觉得是运气不好。曾有网友提问：一个男人拥有了事业，还能娶心爱的姑娘吗？星爷用他的一生给了答案。1992年，周星驰被问到什么时候结婚，30岁的他踌躇满志，意气风发。事業有成先至結婚啫，但係我覺得我仲未喎，我諗等我自己真係覺得我自己真係有成嘅時候，我先會考慮呢個問題。而家暫時仲未有。和20年後再次提及婚姻，此刻的他早已滿頭白髮，語氣中透露出滄桑無奈。什麼時候結婚是嗎？我還沒結婚啊，也不知道啊，怎麼會知道啊？就是我現在這樣子，還有機會呢。而那個讓他終生未娶的女孩，既不是紫霞仙子朱茵，也不是白晶晶扮演者莫文蔚，正是他的一生挚愛羅慧娟。今天就讓我們聊聊周星馳和羅慧娟的愛情故事。1987年，還是龍套演員的周星馳有幸客串《阿德也瘋狂》，雖然是個戲份少得可憐的配角，但在劇中，周星馳不僅與女主羅慧娟有感情戲，還貢獻了自己的熒幕初吻。正是這一吻，讓周星馳瞬間動了心。1年後，周星馳順利拿到蓋世豪俠的劇本，飾演男女主的兩人成為了歡喜冤家。會揀周星馳點解呢？即係話明係大眾情人咧，即係唔使有安全感嘅啦，即係情人喺埋一齊想要開心。咁同阿星哥一齊咧就非常之開心嘅，你知佢把口就攞個油咁樣，而樹上嘅雀仔俾你揼落嚟，幾好嘅，諗佢。我揀羅慧娟。然而現實中兩人有多歡樂，劇中的兩人就有多虐。周星馳飾演的段飛對藍潔瑛一見鍾情，陪在他身邊的羅慧娟被傷得體無完膚。當他主動向段飛閉眼索吻時，遭到了對方的滿臉嫌棄。好在大結局中，段飛最終向羅慧娟飾演的阿朱敞開心扉，羅慧娟也如願成為了他的段夫人。這段拍戲經歷也是周星馳難得的快樂時光。如果講起好笑嘢咧，就最好笑有一次就係我同羅慧娟喺度拍戲嘅時候咧，咁佢咧就個 shot 咁行過嚟，咁啊點知佢唔知道地下有塊蕉皮，咁佢行過嚟嘅時候一踩喺個蕉皮嗰度一線石過嚟，就線出落個地下嗰度，咁線到成一曱甴咁死咁條線，好唔好笑你話？同一齊開工嘅趣事實在多到我都唔記得啦，因為佢又唔知點解係前世同我撈亂骨頭啊，定係前世有仇啦。見親我咧就中意攞我嚟搞笑啊。戲中兩人喜結連理，戲外兩人也開始了地下戀情。因為羅慧娟喜歡浪漫，劇組殺青當天，周星馳就帶着她去澳門看鴿子。之後羅慧娟搬到了周星馳樓下，照料她的日常起居。一個是明媚張揚的陽光女孩，一個是搞笑耍寶的不羈少年。兩人的戀情成為了圈內人盡皆知的秘密，就連哥哥張國榮都忍不住在鏡頭前調侃佢對女朋友就好有愛心嘅。喂，你咁講就唔啱啦 ，Leslie。可還沒等兩人享受到多少甜蜜時光，現實就給他們當頭一棒。1990年，周星馳憑借《賭聖》一炮而紅，正式開啟了香港電影的雙周一成時代。1992年，周星馳拍的7部電影全部大賣，這一年更是成為周星馳年。看着男友事業如日中天，羅慧娟自然是心生歡喜，開始擔任起賢內助的角色。她會在周星馳琢磨劇本時通宵守，也會在周星馳忘我工作時默默為他端茶送水。她開始暢想兩人未來的生活，也渴望為心上人穿上婚紗。可當羅慧娟提出結婚時，周星馳卻猶豫了，因為藝人結婚很可能會遭到公司雪藏。從小吃盡苦頭的他，不願到手的事業就此夭折。於是他找到好友劉鎮偉諮詢意見。看他的眼神，我就糟糕了，感情出問題了。然後他說：“我想結婚。”我明天就要結婚了，你想怎麼樣？我說：“啊，你想結婚？你不是開玩笑啊？你就愛死自己，你還未結婚？”然後他說：“哎，你別講，我真的想結婚了。”然後我說：“好，如果你真的有這個衝動，你考慮清楚。但是作為一個朋友，可能我是誤解，可能我誤解你，但是我覺得你現在在衝的時候，你還沒有肯定你自己要做什麼。”在經過一宿思考後，周星馳還是選擇了事業。於是當羅慧娟再次提出結婚時，周星馳不耐煩地說出了3個字：神經病，也徹底寒了羅慧娟的心。我都係好渴望有自己嘅家庭，做個賢妻。我唔明，我覺得點解中意咪結婚咯，係咪先？係咯。
點解我對你痴心一片，你當我黐鬼線？此刻，羅慧娟開始懷疑，兩人曾經的甜蜜究竟是真心實意，還是一場消磨時光的遊戲？但周星馳怎麼也沒想到，自己餘生都要為這一決定買單，因為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都讓他追悔莫及。1997年，香港金融危機讓羅慧娟破產，身負巨債，讓他不得不瘋狂接戲賺錢還債。但再困難，他都不願提及前男友，博話題度。完全都唔知點解入咗行嘅，無厘啦啦。我係周星馳帶你入行。唔係咩都關人事嘅，可以關啲好朋友事嘅。我記得你係拍古裝㗎，係啦，應該係佢大佬帶佢入行。但老天還是沒能放過他。他酷愛潛水扮美人魚，結果在1999年潛水時經歷了200萬分之一的意外，導致耳膜嚴重受損，只有2成聽力，破產經歷加上雙耳失聰，接二連三的打擊讓羅慧娟患上重度抑鬱。得知消息的星爺趕緊送上了短信問候，並在同年電影《喜劇之王》中專門設計了這場虐心橋段。你不會有事，娟，我不行，娟兒，我這一輩子已經受了太多的挫折，我實在太累，如果連你也失去，我真的支持不下去。其實此刻，周星馳想過彌補遺憾，再續前緣。當初在《阿德也瘋狂》中，羅慧娟曾問星爺一句：“我唔做咁你養我啊？”10年後，在《喜劇之王》裡，星爺給到了回應：“我養你啊！”可這一切都太遲了，因為此刻另一個男人站在了羅慧娟身邊，這個人就是新加坡金融大亨劉志敏。正是劉志敏的鼓勵安撫，讓羅慧娟扛過危險期，8年陪伴，也讓羅慧娟敞開心扉。最終在2008年，羅慧娟嫁給了這位大她16歲的大叔。曾經的她沒能嫁給她最愛的人，如今嫁給了最愛她的人。看着昔日愛人為別人穿上婚紗，周星馳臉上難掩苦澀心酸。我就運氣不好。不是吧？曾經有一段真摯的感情放在你面前，你沒有珍惜而已。我覺得是運氣不好。正所謂情場失意，職場得意。他將愛情苦果化為滋補作品的養料。無論是功夫裡的聾啞女孩，還是少林足球中靚女腳踩香蕉皮的片段，亦或是大話西遊裡紫霞仙子的閉眼鎖吻，全都有羅慧娟的影子。愛情的痛苦也讓他的電影更加豐滿。一個收穫事業，一個擁有婚姻。其實故事到這裡雖有遺憾，但也算圓滿。可不久後，命運再次重拳出擊。2010年6月22日，羅慧娟確診癌症晚期，而這一天正是周星馳的生日。得知消息的周星馳心如刀割，火速啟動西遊降魔篇項目，作為 NG 1000多次的片場暴君。周星馳這次卻是罕見的要求加速進度，因為這部電影有太多他想說的話。希望可以做快一點因為沒時間了，我真的。他將電影的女主角改成了段小姐，甚至還1對1複刻了兩人的分手場景。但是我有個小理想，就是可以找到一個如意郎君，跟他一起組織家庭，生個小寶貝，然後簡簡單單的過生活。那個人就是你。神經病。但不同於現實的分道揚鑣，周星馳又通過唐僧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：我愛你。見到你就愛上你了，好愛，我沒有一點不想你。故事結尾，段小姐被孫悟空貫穿雙耳，打破太陽穴，則是對應羅慧娟的失聰。周星馳重新譜寫主題曲，直接沿用《大話西遊》中的一生所愛，更是在歌詞中添加了一句：從前直到現在愛還在。然而還沒等電影上映，病房裡的羅慧娟悄然離開了人世，至死都未能聽到她的心意。最終，周星馳將首映定在了羅慧娟生日當天，上映首日觀影人次高達100萬，但他再也無法等到自己的段小姐。臨死前，羅慧娟留下了一段錄像，雖然字字未提周星馳3個字，但那句遺憾怎很戳中了星爺的心。真係覺得死唔可怕嘅，最慘死咗，你都唔知生命嘅意義係乜嘢，有所遺憾先係最可怕。如果你想做到人生無憾嘅話，好好去生活啦，好好去愛啊，唔好俾自己後悔嘅機會。降魔篇中的唐僧放下體面，走上了取經之路，但現實中的星爺永遠困在了過去。我的牽掛，段小姐我是牽掛的，很想她還在，我對她也放不下。18年確實太久了，所以就別那麼久。初逢一諾成痴咒，滄海經弦斷配音，數見10年情未抵，萬卷情絲硬釵取。